多少招法，有多少功法，有多强的扛棒哦，我有多大的门牌，我祖师是谁，我会哪一个东西，那一套我也会。我跟你讲，那个很后面的功法我都会。所以呢，大家好，我是金先生。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聊一聊一个武术圈之中的习武者常常会出现的一个迷思，我在很多初学者或者是甚至可能练了一小段时间的人身上都会看到的一个小迷思啊，那就是是不是这个人的套路他会的越多，就代表他的功夫越好？各门各派呢都会有他们各自的套路存在。以八极拳来说，就会有所谓的小架小八极、大架大八极、六大开、八大招等等的东西存在。那不管你是哪一种拳法、哪一个系统、哪一个支系，这些套路一定都会有两个最基本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用来记录招法；第二个呢，则是用来区分训练的阶段。招法怎么练呢？我们可以从这支影片来做探讨。我之前已经有讲过一集了。本集呢，我们来讨论所谓的区分训练阶段这一件事情。以台湾常见的武坛系统的八极拳来看呢，小八极通常用来架构身体的基础。第一个呢，一定是训练基本的腿力，再来呢，就是学习八极拳的基本动作路径跟模式。这个阶段的重点呢，在松沉，找到沉坠的力量，找到放松的感觉。到了大八极的这个阶段呢，则开始要学习把力量给放出来，运用在小八极这个阶段练出来的基本腿力跟沉坠的感觉，学习如何把力量给放出来，做一个爆发力的训练。而到了更后面呢，则会开始进入学习如何把力量的行程给缩短，并且能够连续发劲的八极连环拳这个阶段。从刚刚我说的这些八极拳的训练阶段呢，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些套路呢，他们其实在编排上，他们都已经安排好了一个武者他进步的路线。理论上来说，我们照着这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练，好好的练进去，我们应该都能够操练出身上该有的那些东西。可是理论是理论啊，现实跟理论通常不太一样。很多人在这之中呢，都会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就是时间。我们究竟在每个阶段应该要花多少时间，才叫做练好了可以进阶？单纯以套路的学习来看，其实画动作，我们叫画动作，是可以很快的。以跳舞来比喻啊，理论上一两个礼拜的密集训练，你应该可以把一支2分钟以内的舞步给记熟。可是练拳不是在学跳舞啊。我们要把深层次的训练目标给完成，那个是在套路学完之后，你才要开始打磨的功夫，而那种功夫的时间跨距，通常是以年来做计算的。以我自己为例，我刚开始学拳的时候，我光是基本功还没有练小八极，我光是基本功我就练了快要1年。接下来我开始进入小八极这个阶段，我大概练了2到3年，然后我才开始进入所谓的发劲六式，所谓的大八极，开始慢慢的练下去。当然，我的训练时间并不是一个绝对性的基准，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有些人可以花比较多时间，有些人天分比较强，那不一样。可是你也可以从我的训练脉络里面去得出一个对比，这些东西绝对不是2个月一套、3个月一套、2个月一套、3个月一套就可以练完的东西。所以，如果套路只是一套一套的这样画过去，然后从来没有去深究里面应该要练出什么东西来的话，那学拳跟学跳舞就会是差不多的事情。有些高明的武者可能都比这样子的人更懂得自己的身体要如何去运用。有一种更糟的状况是，这样子的人每一种拳都想学，每一种拳都画过去，然后从来没有一种东西他好好的花时间去深磨、去理解、去练通它，从来没有。但他在外面会跟你说啊，那个东西我也会啊，你这个不行，你这个八极不行，八极我学过，八极这样不能这样打；太极我学过，太极不能这样打；螳螂我也学过，螳螂不是这样打的。学过套路跟会这个拳法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这样子的人呢，我们通常叫沾酱油。其实他学这么多拳，对他的生命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你没有一套练懂。当然，也有一种状况呢，是水到渠成。他在某一个地方、某一门功夫，他已经下了足够的苦功。接下来，当他接触到别的拳种之后呢，他可以很快的就触类旁通。他不见得一定要花很多的时间，他才能从里面练出一些什么东西来。但是这样子的人呢，他也是建立在他已经到达甚至超越了那个套路所预设的训练阶段才会有的状况。结合刚刚讲的这些呢，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套路它终究是技术跟功法的载体，而不论是技术还是功法，要练的都是这个人。
所以我们不要存有那种我们立刻学了高阶的套路就会立刻功力大增、立刻变强。我们不要存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连四则运算、加减乘除都还学不太会的学生，给他看了三角函数的课本，教他做三角函数的题目，这样会毁了他，这样不会成就这个学生。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固守在原地。当一个学生他的程度已经足够了，他训练打磨已经足够了，该进阶就要让这个学生进阶。扣招或者是压制学生的程度，在这个年代的武术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用套路来记录招式跟功法的这个形式呢，是武术之中很重要的一种文化。但就跟所有的工具还有器物一样，它本质上没有好坏，可是使用者跟引导者的想法呢，会造就出很多有好有坏的结果。对习练者来说，我认为真正该追寻的并不是外在的套路的数量来衬托自己有多强。真正的武者要找的东西，应该是这些东西、这些训练能够怎么样的让我们更深层次的去开发自己的身体，打磨自己的身心灵。那个东西呢，才是我认为武者真正该去追寻的，也是我认为真正能够让我感觉到踏实的道路。好，感谢各位观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你们觉得我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帮我再订阅小铃铛。如果还有什么想要我分享的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感谢各位，我是金先生，老实练拳，认真度日，我们未完待续。我这错的。hold 住，要憋住呼吸，然后淡淡夹住。年轻啊！这也可以啦，这掉下来也可以啦，反正我们又不是专业跳舞。我觉得这样已经有8分意思了，可以了。我只是个比喻而已嘛，比喻里面有一点花样动作，应该合情合理。应该不会有人延上这一段吧？有一堆专业舞者上来说，你们又不是练跳舞的，学啥小？你是在赶你出拳。